嗨，大家好！有些天没有在村里骑行慢聊了啊。最近呢，都是去了一些休闲的地方，比方说去了曾江的江岸，去了曾江边上的乡村啊，吃一些农家菜，顺便呢，也在这些带有乡野气息的地方骑行。主要原因呢，也是最近啊，天气变得相对比较凉爽。雨水呢也不多啊，所以出行呢去到一些郊外的地方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呢也就比较少在屋村里边一边骑一边聊。其实呢，在屋村里边骑行啊，这样的一个健身习惯呢，依然还是保持着啊，甚至有时候呢一天还骑2回。那今天呢，我早上就骑了1个来小时，然后现在呢，时近黄昏，因为要出来买一些小东西啊，那我就又骑着车呢出来转一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缤纷会啊。这里又在进行一个施工了。先呢，围着缤纷会一期啊转一圈吧。今天呢，还处于一个中秋假期啊，应该是3连休的中间的一天。确切说呢，昨天才是中秋节啊。只是呢，现在最近编的视频有点多啊，所以呢，可能朋友们看到我今天拍的这个村内骑行的视频啊，应该在很多天以后了啊。那不管怎么说呢，今天也出到村外来看一看祈福新村中秋节的一个情况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过节的节日的气氛。毕竟已经到了中秋时节了。所以呢，骑行在外面呢，整个的天气啊变得比较干燥，也比较凉爽。尤其呢，到了傍晚时分啊，气温呢就会明显的下降，而且今天还有些起风，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路上的车真不少啊，有点过节的气氛。疫情呢，已经持续了快3年了啊。在这么长的一个疫情管控当中呢，一个是大家对于这个疫情啊，已经慢慢的习惯，已经成了与之相处常态化了。从政府的管控行为呢，也慢慢的摸到了一些防疫的一些规律啊。只要一发生个别的几例啊，就会以最快的时间啊，最强的方式，立马呢进行某个区域，甚至全市的一个全员的检测。连续几天，如果没有发生这些更多的感染的病例的话呢，那也会很快的放松管控，尽快的恢复生活的秩序。而且呢，在管控这些疫情的方式方法上面啊，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从上个礼拜开始啊，广州乘坐地铁采用一种叫逆向扫码啊。原本我也不理解什么叫逆向扫码，就原来去乘坐地铁呢，都是你打开你的健康码，只要你的健康码是绿色的啊，就 OK。但是现在呢，它必须要由地铁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进站的乘客呢进行扫码。可能主要的意思就是为了怕有些人呢就截一个健康码的绿色的码蒙混过关吧，由他让你亲自打开这个码，由他来扫取你这个码呢，就会有更多的你的个人的信息，那些真实性呢就会无所遁形。应该说呢，通过这样更加严密的逆向扫码这样的方式啊，更容易查出感染的漏网之鱼啊，在管控疫情方面呢，应该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问题是呢，老百姓也不得不把更多的个人的信息和行踪暴露在大数据面前，而且更要命的呢，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这样的扫码，使得上下班时间原本就拥堵的地铁站呢，更加的拥堵，造成老百姓出行的不便啊。尤其是住在相对来讲远离市区的打工的人群啊，就不得不提前出门，预留更多的出行的时间。所以听到这种消息呢，避之唯恐不及。幸好我们也不坐地铁啊，很少利用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
所以呢也就事不关己啊，高高挂起。但是呢，毕竟我们也是曾经是一位上班族啊，所以对于那些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通勤的那些上班族来讲啊，为他们出行当中的许多不便啊，耽误的很多时间，在工作以外啊，增加的更多的疲惫呢，感同身受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同理心吧。所以现在的上班一族啊，也很不容易。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在目前这样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的时候啊，还有公开啊，还有稳定的工资可拿，已经算是幸运的一群人了。所以呢，也没有必要抱怨太多，努力活好，认真的生活啊，等待时来运转吧。我已经沿着缤纷汇啊转了2圈了，现在呢准备骑到缤纷汇里面去啊，买一些生活用品。已经回到村里了，今天就趁着去缤纷汇啊买点东西，就骑着车呢在缤纷汇啊兜了一圈，感受一下中秋节长假长周末的村里的节日的氛围。村里一切如常，缤纷汇呢照样就是周末啊人流如织，
摩肩接踵的景象。中秋佳节啊，诞生在古代的中国，也随着中国的文化呢，传递到了东南。现在呢，其实世界各地啊都有人过中秋节。昨天呢，我也看到了欧美的一些领导人也纷纷呢对过中秋节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呢，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希望呢生活祥和，人们呢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这肯定是全世界所有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共同的心愿啊。所以呢，虽然今天已经是中秋节的之后的一天啊，但是根据中文的说法，15的月亮值6圆，所以呢，在这边还是借这么一个良辰美景，祝愿海内外的亲朋好友中秋假期快乐。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